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家中有这样的患者啊，那我们作为家属，在家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果断的送医，而不要继续去观察了。家属呢要学会观察一些这个危险信号。那比如说在以下情况下就不要犹豫，立马去送医。第一呢，就是休息的时候也感到明显的咳嗽、呼吸困难，那说话都费劲儿。那第二呢，就是一个嘴唇、指甲颜色的一个发紫、发干，或者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意识模糊、嗜睡或者是烦躁。第四呢，就是在家庭养疗的情况下，氧饱和度持续低于95%。这点我就是建议，就是如果是有慢阻肺的患者而且是急性加重过1次或者2次的，那在家里边尽量是长期备一个家庭止氧机，然后呢还有一个止氧这个止氧夹子，就是止氧饱和仪，就可以测到这个止氧的浓度。止氧浓度如果低于90%，就要去医院就诊。第五呢，就是这个常规使用急救吸入剂效果呢越来越差，或者是需要的频繁的使用这个吸入制剂，或者是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通过发现以上的这个5种信号来观察自己家里边这个慢阻肺或者是哮喘的老人是不是需要积极的一个就医。好的啊，这些信号呢，我们的岳医生也已经给大家提醒的非常非常的具体了哈。那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呢，也一定要牢记。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关于肺的疾病和养护啊，但是我们仍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有慢阻肺或者是心脏不好的老人，他们的健康状态呢，往往是就是认为肺是肺，心是心啊，但是在临床上呢，他们似乎这二者之间又有一些同病相怜，或者是一些紧密的联系。您帮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介绍一下哈，这背后的医学原理是什么？这刚才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肺是肺，心是心，就是慢阻肺和心血管疾病很多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说临床上是有一个词儿叫肺心病。肺心病呢，就是由于长期的一个慢阻肺导致的一个心功能的不全，而长期的一个左心功能衰竭呢，又会导致一个肺的一个硬化或者是慢性的炎症。这两者都是连锁反应，是完全是相关的。长期缺氧又会导致心脏的一个心肌的一个缺氧，然后呢心肌的损伤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说刚才所说的就是胸闷、喘憋这种情况呢，不仅会导致一个不仅可能是原因是一个肺，但是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损伤心脏。所以说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呢，不光是观察大家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变化，也会去做心电图啊、心脏超声啊等等。长期的一个慢性的慢阻肺患者到晚期的时候逐渐加重，如果说你不去管理和控制你的肺功能，到晚期的时候都是心脏和肺都是最后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状态。所以二者之间其实是非常紧密相连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慢阻肺，甚至也可以说是在给自己的心脏埋了一颗雷一样啊。那反过来，其实心脏功能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多去关注，或者说甚至我多去检查一下我的肺功能呢？是的，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负责把全身的血液进行交换，然后把没有氧气的这个静脉血泵到这个肺里面进行气体交换。那个肺呢就把这个氧气呢再灌输回血，然后再由心脏泵到全身。这过程中呢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循环。那如果说那个心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肺里边的血就会淤滞。刚才提到了一个肺淤血，然后出现一个慢性的肺的硬化或者是一个肺的炎症。那如果说会让肺变得僵硬，那个气体交换也会变得更低。这过程中呢就会越来越差。肺和心的过程中，就肺和心都会同时的功能变得非常的差。症状上呢也会比平时的这种慢阻肺要更重。那医生要鉴别一位喘憋的老人是慢阻肺还是一个急性心衰的加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观察这个患者的一个心率的变化或者心电图的变化。这个从平时的症状来看，就是我们是很难直接区分出这两个的。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诊是哪两个是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情况听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啊。但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啊，尤其是家属朋友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至少让我们注意到某些关键点，是能够及时的去甄别说这个它
只是单一的肺部问题，又或者说，这个情况可能非常紧急了，我们甚至是心肺共患的一个疾病，需要更加的这个严密的去监控，或者是及时的去送医。明白。